勇士、自由、剑迈那种两头都有刀刃的武器有什么用？俗话说啊，武器越怪死得越快。这种武器呢，既不能增加正面攻击的范围，似乎呢又容易误伤自己。那它到底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呢？在之前那期视频问这个的小伙伴，你可算是问着了，因为我以前也有同样的疑问，所以稍微研究过一点。今天呀，我就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我收集到的资料。其实呢，这种中间一个嘎嘎，两边都是刀的武器，在很多影视作品中啊都有出现。最有名的呢，当属星球大战。但众所周知啊，星球大战的武戏部分大多数啊都参考了日式风格，因此啊，这玩意儿说到底还是日本的文化输出，而中国呢就很少有这种武器的记载了。比较有名的呀，可能也就是鲁智深和沙和尚在影视剧中常配套的月牙铲了。这东西据说呢，本来就是个铲子，是和尚们干农活用的。在战乱年代，寺庙为了自保，就在铲子另一头安装了月牙刀刃，这就是月牙铲的由来了。但这玩意儿说到底啊，还是农具，正规军队啊是没人会用这玩意儿的。如果说中国这边用于实战的双头武器，可以参考电影《师傅》里边出现的乾坤日月刀，主打的呀就是一个攻守兼备，出其不意。大家想想啊，对于大多数武器来说，挥舞出去以后，想要进行第二次攻击，就要先调整武器的姿态，而双头刀呢则不同。从这段星球大战光剑表演中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出，双头刀无论是纵斩还是撩刀，都很容易打出二段攻击的效果。总体看下来啊，攻击频率要比单刀高出不少，尤其是当武器抡起来使用以后，攻击频率更是像棍法一样接连不断。其实这玩意儿呢，放在人类身上啊，还真是不太容易打出效果。一个是两头都是武器，很容易伤到自己；一个是冷兵器互殴，这种攻击频率啊虽然高，但上面的小刀呢伤害却是有限的，可能实际效果还真未必有棍子好使。可是如果机器人使用光束武器来实现的话，那就大有不同了。第一，机器可以通过 AI 计算武器的攻击半径，大大减少了伤害到自己的概率。第二，光束武器这玩意儿啊，不是靠力量来打输出的，只要你光束触碰到了敌人身上，那么就会给敌方造成相当大的伤害。这时呢，高攻速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。咱们这里看几个例子啊，首先是勇士打拜亚兰，这里我们看到勇士的起手啊是标准的打了一个回旋斩，只不过呢，毕竟勇士的空中机动不太行，第一刀刀头部分没有砍中的情况下，如果继续旋转身体让刀尾攻击，就很容易因机体旋转一周而失衡了。因此呢，只能选择把刀抽回来，保持身体平衡的同时，用刀尾继续攻击。只不过这个间隙啊，就足以让空中机动性更好的拜亚兰进行反击了。所以说啊，空中性能不好的机子，千万不要随便找人家空中机动性强的机子玩近战。接下来啊，咱们再来看看吉拉打克队，还是标准的回旋斩起手。大家仔细看啊，刀头部分斩了克队的手臂以后，克队做了一个后仰的动作，才躲开了刀尾部分的攻击。不然的话啊，这一刀下来，连手带头，甚至龟壳啊都得被削下来。接下来呢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，是爆炸还是什么的，反正吉拉在那愣了一下，才打出回刀斩。这时呢，克队已经向后移动离开了。如果吉拉没愣这一下啊，而是立刻往回斩，估计这会儿克队啊已经被劈成两半了。光束武器高频率的攻击啊，就是这么恐怖。最后呢，再来看看小鸟的，它和前面两个不同，起手就是直接纵斩，这也与武器种类的区别有关。毕竟前面二者啊都是光束刃，而剑迈呢是实体加光束刃。纵斩起手可以更大限度的发挥势能优势，攻击呢也是从刀尾开始。盖亚侧身躲过刀尾后，还要仰身躲过刀头的攻击，这么大幅度的躲避，要先恢复正常体态才能还击，时间本来就很紧张了。而飞鸟呢更是没等对方站稳，直接打出回刀斩，把盖亚都抡飞了。其实这个攻击频率啊就对味了，第一季吉拉缺的就是这个反应速度。当然了，也有可能是飞鸟有针对性的练过，吉拉毕竟是远程为主，半路出家当人棍王的嘛。而且不得不说啊，飞鸟第二次攻击时，直接把原本的双头刀拆成了双刀使用，打了对面一个出其不意，甚至还把对剑刀当投掷武器用了。可见他对脉冲的机体熟练度啊，在刚登场时呢就已经相当高了。而上面举的这些例子啊，还都是比较拟人的攻击方式。其实高达作为一种机甲，最大的好处啊，就是可以让关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无限制的转动。就比如勇士在游戏中表现出的转刀，不但可以超高频率的打出行云流水般的攻势，甚至呢还可以在一些情况下以极高的转速充当盾牌来使用。这就是人类无论如何也很难做到的了。顺带一提啊，你看总帅的沙扎比没了双头刀，还想保持攻击频率，是不是就只能在那瞎鸡巴砍了？所以说啊，双头刀这种武器，虽然以我们人类的角度来看，确实并不是那么实用，但是放到科幻机甲作品中啊，却又意外的符合人类对该武器的期待，并不是单纯的好看而已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视频制作不易，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